天色已晚，黑夜中，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沿着狭窄的乡村公路蜿蜒行驶。突然间，同时出现了3个危险警示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在通过突然出现的障碍物前，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先发现障碍物，收集有关障碍物大小、形状和位置的信息，以便用算法规划出最安全的路线。由于是无人驾驶，汽车需要有智能眼，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探测器，无论周围环境、天气如何，或者天有多黑，问题都要在眨眼间解决。要求虽高，但也有解决方案。该方案由2种技术组成：特殊激光探测技术，即激光雷达 LiDAR， 以及集成光电技术及实时联网的微通信技术。要了解 LiDAR， 需要先了解与此相关的技术雷达。在航空领域，雷达天线向飞机发射无线电脉冲或微波，通过计算波束返回时长来确定飞机位置。但这种观察方式很受限，因为大光束脉冲或微波无法显示微小的细节。相反，自动驾驶汽车的 LiDAR 系统即光探测和测距系统，使用的是窄带不可见红外激光，它可以将极其微小的物体成像，如街对面行人衬衫上的扣子。但是，我们如何确定这些物体的形状或距离呢？ LiDAR 可以发射一系列超短激光脉冲来探测距离。以乡间小路上的麋鹿为例，汽车驶过时，一个 LiDAR 脉冲遇到鹿角的根部后散开，而在它反弹回车辆之前，下一个脉冲可能已到达一个鹿角的顶端。测量这2个脉冲返回的时长差，即可得到有关鹿角形状的数据。通过发射大量短脉冲， LiDAR 系统可快速得出物体的详细轮廓。打开再关上激光器是产生光脉冲最简便的方法，但会造成激光束不稳定，并影响发射脉冲的精准频率，进而影响距离测量的准确性。更好的办法是让激光器开着，用其他东西定期快速地阻挡光线。这就是集成光子技术。互联网的数字数据由精确定时的光脉冲承载，有的脉冲短至100皮秒。一种产生光脉冲的方法是使用马赫曾德尔干涉仪，该设备利用特定的波特性，称为干扰特性。想象一下，将一些鹅卵石扔进池塘的情景，涟漪的扩散和交叠构成了一种图案，某些地方的波峰叠加会变得非常大，而其他地方则会完全抵消。马赫曾德尔干涉仪的原理与此类似。先将光波沿2个平行臂分为2束，然后合二为一。如果其中一束光减慢和延迟，那么由于2束光波不同步，合并后就会抵消，从而阻挡光线。干扰器就像一个开合的开关，通过切换一束光是否延迟来发射出光脉冲。持续100皮秒的光脉冲可以探测到小至几厘米厚的物体，但未来的汽车需要更高的分辨率。将干扰器与超灵敏、反应快的光探测器配对，可将分辨率精确到毫米级，这比我们以正常视力看街对面的物体要清晰100倍以上。第一代自动驾驶汽车的 LiDAR 依赖车顶或引擎盖上的复杂旋转组件进行扫描。借助集成光子技术，干扰器和探测器可缩小至不到1/10毫米，装在小巧的芯片中，有朝一日可以放在车灯里。这些芯片还将包括干扰器上的智能调节器，有了它便不再需要旋转部件，并可快速扫描。这个额外设备的作用不像开关，而更像一个调光器，只会将干扰器一个平行臂中的光减慢一点点。如果将许多带微型控制延时的平行臂并联，一种新奇的东西就诞生了，可操纵的激光束。有了这些新优势，这些智能眼的探测和观察就会比任何自然之物更深入，帮助汽车通过任何数量的障碍物都不费吹灰之力，或许一头迷失方向的麋鹿除外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
观看这些视频，挑战您的认知，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